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小师弟，欢迎收看我的探索新世界第46期。小伙伴们，上一期咱们已经把这第一层的麦田框架都给搞好了，但是我发现不能先把这些水沟给遮盖住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在搭建的过程中老是会出差错。好嘞，现在我把第二层的基准也给做出来了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第一层的水沟，我会往第二层里面再多挖一格？嘿嘿，到时候咱们用方块在上面盖住水沟，就不会堵住水沟里面的水了。那现在咱们继续把第二层的麦田给做出来。接下来就是中间这一条水沟了，还是老样子，这每一条水沟都要往这第二层里面再伸进来一格，然后后面的每一层都是按照这样的结构去搭建就行了。好嘞好嘞，经过我的一番努力，总算是搭建了4层了。从第二层开始，每一层都是7个格子乘以7个格子的正方形，然后一定要注意的是，就是每一条水沟的造型要按照我这样来弄，到时候咱们只要每一条水沟各倒进1桶水，就可以全部灌溉到了。OK， 那咱们再继续搭建咯。因为咱们是准备给这个麦田搭建5层的阶梯，现在只搭建了4层，还剩下这最后第5层了。嘿嘿，前面已经搭建了4层，现在我已经很熟悉套路了，所以这第5层咱们很快就可以搞定的。好嘞，这一条水沟铺好以后，这第5层也算是完工了。嘿嘿，我想5层种出来的麦田应该足够我自己来使用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咱们还得在最上面搭建一个放流水的平台呢。OK， 现在我搭建了2个宽度的平台，不知道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稍后再补上吧，先不管它了。咱们先去拿几桶水来试一下水沟吧。好嘞，我刚刚去了那边拿来了几桶水，现在咱们来试一下倒进水沟。倒水的话，咱们要从水沟最上面的一个点倒下去。现在咱们就来看一下这1桶水能不能灌溉到这5层阶梯的水沟。好嘞，跟我预想的一样，那证明咱们的搭建没有问题哦。那现在是时候可以用方块把水沟给遮盖住了，搭建出来的这一条方块就刚好可以作为麦田的田埂了。咱们先快速的把它给搭建好，然后待会再把角落的几个辅助方块都给拆掉。嘿嘿，有些小伙伴会不会觉得我这样搭建已经把水沟的流水给堵住了？我敢保证肯定是不会的哦。现在我再用中间这一条水沟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大家就明白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说一定要把水沟再挖进来一格，因为这样的话流水就会提前一格流下去了，所以这些支住水沟的方块根本就不会堵住流水。那好，接下来咱们赶紧快速的把这些水沟都给盖住了，然后倒进水。好嘞，已经支盖住了，现在咱们就可以给中间这一条水沟倒下1桶水了。我刚刚在下面拆掉了几个空格，就是来看一下这1桶水能不能直接流到底，肯定是没问题的，流水肯定能下来的。嘿嘿，看到没有，刚好就下来了，那就把它们给补上去弄第3条水沟了。最后第3条水沟也都顺利完成了，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去上面做冲刷流水的部分了。现在我已经把推拉机械臂给安装上了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用方块围上1条边。OK， 围好以后就是这样的造型。接下来再用扳手把机械臂撬一下。好嘞，撬好以后，在机械臂的旁边放上一个开关测试一下，这样的话推拉机械臂就伸长过来了。哦，咱们好像还搞错了哦，那赶紧给这个角落修补一下。OK， 搞定。那接下来就是往咱们走路的这个地方放进10几桶水就 OK 了。当然，刚刚的开关只是测试一下机械臂正不正常而已。现在我准备用巨人核心来做一套电路，因为现在有巨人核心，咱们就可以利用它来替换电线了。这一套如果搞定好了，那咱们麦田的电路基本上也就 OK 了。好嘞，最后在这一个角落放上一个开关就 OK 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现在这个推拉机械臂，咱们就可以靠这一套电路来控制它了。